1944年的夏日渐行渐远，太平洋的战争风云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。那年的秋天，太平洋战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焦虑。对于日本，雷伊泰湾海战不仅仅是一场战斗，更像是一场存亡之战。在那个关键的时刻，当局势日渐不利时，日本高层决策者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，发动神风特攻队自杀攻击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神风这个词代表了日本士兵的无畏精神和对国家的绝对忠诚。但在史书中，神风特攻队的形象是复杂的，他们是英雄吗？还是被迫牺牲的棋子？这些年轻的飞行员面对近乎确定的死亡，毫不犹豫地驾驶飞机撞向敌方战舰。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，也包含了对家人、亲人的关心和承诺。根据 David M. Kennedy 教授在其《Freedom from Fear: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》1929到1945一书中描述，美国军方当时对这种自杀式攻击感到震惊。神风特攻队的出现打破了美军的防御策略。尽管在战场上我们拥有绝对的优势，但这种毫无预警的攻击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雷伊泰湾海战对于日本和盟军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日本试图通过这场战役来阻止盟军的进攻，而盟军则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，为后续的作战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此次战役中，神风特攻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，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进程，为后续的军事策略制定带来了新的考虑。但随着战争的继续，人们开始对神风特攻队的策略产生疑虑。一些日本高层军官开始质疑，将大量的年轻飞行员送入死亡是否真的能为日本带来战略上的胜利，又或者这只是一种绝望的手段，用来鼓舞民众的士气。但不论如何，神风特攻队已经成为了战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。他们的决心和牺牲让我们不禁思考，在战争的暴风雨中，人性的光辉和黑暗又会如何展现？当我们继续深入探索这一历史事件时，我们必须回头看看战争的背景以及神风特攻队是如何应运而生的。随着战争局势的逆转，日本逐渐被盟军逼入了角落。这时，日本国内的氛围是如何的？政府如何向民众宣传战争，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特攻？日本的文化和教育系统长期以来都在培养一种对皇帝、国家、家族的绝对忠诚和奉献精神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当国家面临绝境时，为了皇帝和国家而牺牲变得是最高的荣誉。这种牺牲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军人身上，整个社会从年轻到老年的每一个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。因此，当神风特攻队成立时，成为其中一员不仅仅是为了国家，更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和家族的荣誉。然而，背后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单纯。日本军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采用神风特攻策略的。事实上，这种策略是在其他选择都被排除后，才被迫采纳的。在此之前，日本曾尝试过多种策略和战术来抵御盟军的进攻，但随着战争的发展，他们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。每一次的战败都使得日本失去了大量的飞机、战舰和宝贵的资源。此时，日本军方的策略转变了，他们开始认为，如果不能战胜盟军，那么至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阻止他们。于是，神风特攻队应运而生。他们的任务就是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，撞向盟军的战舰，确保敌人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。这种策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。根据历史资料，神风特攻队的攻击对盟军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，但是这也是一个代价巨大的策略。每次的自杀式攻击都意味着失去一名年轻的飞行员，他们本可以为日本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但是，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吗？随着战争的进展，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质疑这种策略。他们开始意识到，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为了国家而死的人，而是那些为了和平而活的人。这种观念的转变为日本后来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总之，雷伊泰湾海战和神风特攻队不仅仅是一段战争历史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。它揭示了战争、文化、社会和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复杂关系，
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。回顾这段历史，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深层次的含义。神风特工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日本的故事，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战争对人性的冲击和考验。战争有时会让人们在绝对的信仰和忠诚面前，做出超出常人理解的选择，而这些选择背后，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社会、文化和个体因素。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，日本的社会结构、文化价值观以及对于荣誉和忠诚的理解，都与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。在日本，为国家、为皇帝、为家族牺牲是一种极高的荣誉，这种荣誉观念根植于每一个日本人的心中，成为他们决策的重要依据。但是，当这种荣誉观念与现实冲突时，又会发生什么？对于神风特工队的飞行员来说，他们面临的是一种极端的选择。一方面，他们被要求为国家、为家族付出最大的牺牲，成为英雄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有自己的梦想、希望和恐惧。在这种情境下，他们如何权衡，如何选择，是一个深入人心的问题。从更广泛的角度看，神风特工队的故事也让我们思考，一个国家在危机面前应该如何做出决策，是选择坚持到底，还是寻求和平？在决策的过程中，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如何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、民众的福祉和国际的声誉？战争往往是复杂的，它不仅仅涉及到军事策略和战术，更涉及到人性、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我们有责任从中汲取教训，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悲剧。在今天的和平时代，当我们回想雷伊泰湾海战和神风特工队的历史，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和指责，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在各种冲突和纷争中寻找到和平的出路，保护每一个无辜的生命。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，每一个选择都关乎未来。我们有责任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和平、公正和繁荣的世界，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。